今年9月，澳大利亚与英美宣布建立 AUKUS 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澳方将获得核潜艇技术。为此，澳大利亚放弃了与法国签订的建造12艘常规潜艇的协议。潜艇风波导致法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出现断崖式恶化。G20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虽有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套近乎，却遭打脸。周一晚，英国媒体披露了一条法国总统马克龙发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短信。这则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工作短信外泄，使得法澳口水仗再度升级。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网称，这条消息最早由英国《每日电讯报》于周一晚上公布，据信是由莫里森办公室泄露，以此来证明马克龙知晓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协议。但是，接近爱丽舍宫的人士对《巴黎人报》表示，这条短信恰恰证明了总统对取消合同是不知情的。马克龙在写给莫里森的手机短信中写道：“对于我们的联合潜艇的野心，我应当期待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呢？”报道称，这条短信发送于 AUKUS 成立，也就是澳方取消法国的潜艇合约之前48小时。当时，澳大利亚方面给马克龙打了电话，但他并不方便接听，于是就回了这条短信。莫里森没有否认短信被泄露给媒体，但目前外界不清楚是由其本人还是他的办公室泄密。法国广播公司强烈抨击这种将国家领导人的通讯内容公之于众的鲁莽行为。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曼宁分析认为，毫无疑问，莫里森需要捍卫自己的形象，并让澳大利亚人和他们的盟友都相信他没有撒过谎，也没有口是心非。更令法方愤怒的是，就在马克龙向莫里森发送短信的第2天，法国海军集团还收到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子邮件，告诉法方进展顺利。系统显示，这封邮件是 AUKUS 成立记者会召开之前3个小时。事实上，马克龙发给莫里森短信的曝光，与此前召开的 G20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地时间10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借着 G20峰会的机会，在罗马与马克龙举行会晤，极力修复与法国的关系。We have no older or no more loyal, no more decent ally than France. I think what happened was, to use an English phrase, what we did was clumsy. It was not done with a lot of grace. 为了和法国和解，拜登不惜服软，甚至向澳大利亚捅刀子。拜登在电视镜头前告诉马克龙，他认为早在 AUKUS 协议公布前，法国就已被告知澳大利亚打算放弃合同。这一甩锅举动使法澳之间的关系更加尴尬。周日，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直接问法国总统马克龙：“你是否认为莫里森撒了谎？”对此，马克龙给出了肯定的回答。AUKUS deal was very bad news for France, but not just for France,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bad news for credibility and of Australia, and a very bad news for the trust that great partners can have vis-à-vis Australia. So I had a very direct discussion with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about this issue. 路透社报道称，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让·皮埃尔·泰博周三表示，澳大利亚突然取消了与法国达成潜艇协议是一种欺骗行为，他的处理方式是在背后捅刀子。值得注意的是，因合同风波，法国曾召回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使以示抗议。这是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回到堪培拉后首次就潜艇合同风波发表评论。2016年，经过竞标，法国击败日本，获得了澳大利亚海军12艘常规潜艇的订单。但5年后，美国突然另组盟中之盟 AUKUS 进行截胡，宣布向澳方转移核潜艇技术，美国将提供8艘核动力潜艇。有分析认为，法国失去澳大利亚的订单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而且失去澳大利亚这个法国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支柱和盟友，使法国的印太战略遭受重创。法国广播公司认为 ，AUKUS 的组成过程及运作极不透明，把法国蒙在鼓里，宛如谍战小说。法国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耿耿于怀，因为他是受害者。但是澳大利亚他这个总理的反应比较激烈，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捅出来，然后法国当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不仅仅是这个经济利益受到伤害，而且是在这个盟友关系就是受到了背叛，这个可能是法国非常愤怒的一个原因。